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出了问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智慧。当然，你也可以来爱情保卫战。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欢迎来到爱情保卫战。希望每一对人呢都能够面对问题，恩爱到底，然后解决问题，然后和和美美。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就是我们看透一切真相之后，依然觉得值得。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你爱的人正好爱着你。大家好，我是莎娜。在婚姻关系当中情绪价值抵万金，只有接得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2岁，来自河北，工程师。郑女士39岁，来自河北，出纳。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在相处矛盾上，你们有尝试理解对方吗？我能理解他盼着生活好，创业失败我也很愧疚，但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付出，别老指责我。我明白他工作压力大，创业失败心里不好受，但我希望他遇到事情能跟我商量，别老自作主张。这段关系要延续，关键一步是什么？关键是他能够多些理解和包容，少点唠叨，我也有能力让这个家变得更好。他得赶紧找份工作稳定下来，把债还上，让我们的生活有点盼头。这个也结婚有多少年了？18年，走到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非得来我们节目调节呢？就是他也是16年，然后背着我借了有30多万外债，然后自己去创业，干了几年，结果全赔进去了。那这30万还上了吗？到现在还没还上，还没还完。还差多少？还差不到10个吧。那这笔债务是不是给你们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多就是雪上加霜啊？对，目前是。对，现在2个孩子嘛，每个孩子都要花嘛。大女儿，然后明年要考大学了，也要花钱。小儿子也每天要花，家里每个月7、8千左右吧得。你说开销还是连上你们的债务？就只是我们的开销。哦，那还要还债、还贷款，就每个月是需要有很多收入来支撑的哈。对，所以将近10年前的一次创业失败，让你们这10年的日子都没好过。对，那这10年当中，你会总提起这件事吗？他总提，然后本来我说在外地工作，我是想着就是家里边守着他们那个近一点，我自个儿在家门口做点事儿。创业那会儿，我跟他商量过这事儿，他是不同意，觉得他不是那个做生意的那块料。做的什么生意啊？16年应该还是行情挺好的时候啊，怎么能全赔呢？搞装修，开那个装饰公司。那怎么能全赔呢？装修这过去这还是挺红火的呀。这个怎么说呢？同行不同利吧，确确实实经营不善，各方面原因吧，就赔进去了，然后我们合伙人就散了。不是，你太太说你一看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投资干什么投资都有风险，不能说谁适合干什么，谁不适合干什么，只能说你倒霉就赔了。所以他这么说你是不舒服的哈？对，他经常拿着这事说事儿，一说就是什么那个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看你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我说我初衷是想着咱多挣点钱，是为了这把生活过好，对吧？你到现在你就揪着这事不放，既然是赔了，咱就怎么着想法把这钱挣回来，怎么去弥补？你整天天就老是抱怨这事儿，你给点正能量的话，对吧？咱一块儿，毕竟夫妻，你得那个共同面对这事儿吧。这个你说的确实也有道理啊，但是你有过这种，比如软下来说，这个媳妇儿对不起，我确实这个生意没做好赔了啊，我给家里添了麻烦，你有用过这种方式去沟通吗？没有，他也不给机会，他就一直就是抱怨嘛。他每次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就每次觉得他就他自己对。哎，那除了这个赔钱这个事儿，确实搁在谁家都不愉快啊，以自我为中心。那其他事儿上呢？你们夫妻过日子呢？他这人这个坏习惯太多，就是家里所有的事情他都不闻不问的，每天回到家里就往那沙发上一躺，刷手机，要么就在电脑跟前玩游戏。你就是说从来没有说做过一次饭，每次我做完饭然后盛好放到桌子上，
然后喊他一遍一遍的，吃完饭那个碗都不带收的，然后就自己就又钻到房间去玩。18年都没做过。你这种事儿怎么说呀？我不可能说一顿饭没做，对吧？你回到家给你做饭，你个人有什么毛病你也知道，你洁癖。我进到厨房去，然后就是说炒菜吧，你炒完菜，谁家那锅里不冒油星啊？那油星冒到瓷砖上都不行。然后刷碗呢，你刷碗你必须得用洗洁精。我说也没有用油的，就喝碗粥，那粥清汤寡水的一冲不就完了吗？干嘛非得矫情那一些事儿？反正天天弄着这点事儿就矫情，没完没了的唠叨。那男人嘛，出去在外边干一天工作就累了，你回到家再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天天没完没了的叨叨，是个人都受不了。你能说事实吗？你说说事实呗。他说那进厨房就是1年当中。哎呀，我觉着掰着手指头能数过来进几次厨房。这为什么不进厨房？不就是因为你叨叨吗？不愿意去吗？因为他没做过饭嘛，他也不会做。我就想在旁边就是指导他一下，就这了那了，你真叨叨的慌，你真烦。我自己在这做，你就别管，你出去，就这态度。那他其他方面的家务活干吗？什么？擦地呀，擦地也不干，是因为你洁癖吗？干不到你满意。他像我干的不如意，就是干的擦的不干净。妻子，你究竟有没有洁癖？我没有洁癖，有洁癖的人从来不说自个儿有洁癖。我感觉他实在是太邋遢了，不是我有洁癖。你就比如说他那脚那个特别臭，然后每天晚上我就说你洗脚的时候你打点啥香皂啥的呀，然后他也不听，这是说我是洁癖。说我一天工作特别累，然后我回到家，他洗澡，我就跟你说吧，他可以1个月不洗澡。那你咋那么不讲究呀，先生？他不是他说的太夸张，不可能，我谁家不1个月不洗澡？你夏天你都不每天洗。你看我们家就一个卫生间，你爱干净，你一天夏天天天洗。本来我回家的就晚，有时候回家呀，正好赶上你们也收拾，你正在洗澡呢。我本来我想洗，你说你们洗着，我只能等着，我等着我就困了，我就累了，我就睡了呗，对吧？好多情况都是这样。这里我插一句，妻子说1个月不洗澡，因为夫妻都是同床而眠的，您睡觉受得了吗？受不了呀，所以现在我们分房睡。分房好多年了。你们这么年轻分房睡啊？对啊。分了多久了？有5、6年了吧？因为本来是什么原因呢？然后他就在家里抽烟，我特别受不了。一个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脚臭就分房了。一个是因为脚臭，然后还有就是我有点坏习惯，就是吸烟。孩子那会儿还小呢，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个人不注意呢，就在客厅里吸过烟，然后他就说我2次，骂我2句。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一次吧，然后我说那旁边还有一个小屋，我就去那屋就开始了，就分房了。就分房以后，他在自己房间抽烟吗？在自己房间抽，只要他一抽，我就能闻见烟味儿。那肯定。然后我问他的时候，他死犟，他不承认，他说我没抽。确实事实，这憋不住嘛，不抽你是真懒呀，懒得洗澡，懒得出门抽那根烟。我说白了一个，他就是懒，然后他就说我是洁癖。我问一下啊，不是洁癖，这抽烟一般和喝酒很容易联系在一起。喝酒吗？你喝酒那就更甭提了，每次出去应酬，这很正常，喝酒。然后在家里自己也喝，超过3天不喝他就受不了。那有酒瘾了吧？他这说这喝酒啊，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到年底，亲戚朋友都来了，本身你招待人家，你首先咱作为一个家主，你得不是说自个儿喝到位吧，就说你得劝着人家喝酒，就是一喝啊就容易多点。就每一次过年都喝多，然后吐的哪儿都是，你就在后边给他收拾。就因为他这个抽烟喝酒。我都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依旧不改。抽烟喝酒对身体就不好，只顾着自己，不管其他人的感受。哎呀，我就感觉，哎呀，好压抑。我就感觉这么多年，你钱挣不来，然后坏习惯一大堆啊，人也不行，时间也不行，爱也不行。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跟你过图啥，我就不知道这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你能告诉他吗？这个怎么说呀？这个也不能说全怨我，你这个人的这个有些脾气性格也不好。你首先，我作为一个男的，你就比如说上一次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呢，然后你说你多多少少，我一个男的，一个家主吧，你多少给点面子，对吧？然后你就开始什么嫌钱挣的少，什么那个，你看人家谁挣了多少钱，你说当着一个外人面，你说这个干嘛呀？
人家别人就跟看笑话似的，嘿，你们家还真行。我没有说人家谁比你挣得多，挣多少钱。我说的是人家特别会过日子，我是说这个意思。那你肯定提那个挣多少钱了？干什么？对呀，我说人家挣得少的也能攒下钱。你不知道咱家开销多大吗？拿出来一部分钱还要去还债。谁家没有开销呀？谁家没有孩子？谁家没有养孩子呀？哎呀，好了，咱钱的事儿听明白了。是10年前赔了30万，生活压力大啊，都懂。压抑情绪不好也懂，一身坏毛病。这懂不懂的也就这样了啊。那除过这些你们夫妻之间的情感呢，养育儿女呢，有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来说还不错的，或者说也都是一团糟？哎，基本上一团糟吧。反正我感觉到现在共同语言特别少，然后互相也不理解。你们这个和父母的关系好吗？他跟我父母还打过架呢，还跟公婆打架。对啊，那个也不是打架，他这个人吧，就是他父母说啥就是啥，就哪怕没有理，就是哪怕不对，他也不会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考虑问题。记得那一次，就是我家老大还小，当时也就是个2、3岁的样子吧，我是得了那个急性阑尾炎，人家医生说这需要做手术。他那时候他在外地工作，他没在家，婆婆呢，他就非要去他姑娘家，就是他姑娘要生孩子，但是离着预产期好像还有1个月吧。然后我说我这要去医院，孩子都没人看，然后我就说让他跟他妈说，他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了，他回来之后再让我婆婆走。我婆婆不同意，就走了。这个事的前因后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听我妈说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就说你们俩。你怎么不清楚呢？你当时那会儿你知道行不行？我妈就说你俩吵吵起来了，就因为这事儿，然后就说打他了。然后我啥时候动手了呀？我啥时候动手了？不是，到底打起来了没有啊？我听我妈说打起来了。你听你妈说，那你听你爸说了吗？你还听你家谁说了？你妈妈说怎么动手？你媳妇儿怎么打的他？就推了一下嘛。那你推了吗？我没有动手，也没有打，我就说推了吗？他觉得我们大家对这个打字有歧义，人家说我这么推你一下就算打，有的人觉得是我这么拍你一下算打，你是推了呢还是动了？我也没推，也没拍，也没推，这个事儿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儿，没有任何的肢体碰触，对，没有任何肢体。好，咱就算没打，肯定当时也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你这婆婆非常的不满。我当时并没有给我婆婆发生啥冲突，我是说让她去说的，你不能把这事儿甩到我头上呀。但是我听到版本不一样，我妈说就说那个是你的原因，就是说她说你动手了，你这事本身你就不对。不是我没动手，凭啥你说我动就动了呀？那你这不是冤枉人呢吗？但是老人说动手了呀。那你妈妈说啥都是对的是吗？都是确定的事实是吗？这凭什么妈妈说啥就是啥呢？反正从那个时候，这婆媳关系也就基本算破裂了，是吧？对，然后那会儿我们闹得特别厉害嘛。不是那一次破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农村的嘛，他们家那个房子2层的小楼房，可能就是那个防水没做好，就是导致阴天下雨的时候。里边就是渗那个水，就是把那墙皮都给阴了，干了之后墙皮就往下掉。1楼没事儿，就我们在2楼住嘛。第2天早上起来，然后我婆婆就让我帮着她准备那些过年的东西，然后我就说上墙皮又掉了，弄到我那床上特别脏，我说我收拾一下，我再下来帮你弄。她嫌我下来晚了。他就说我是啥也不干，这也不干，那也不干的啊，就是光等着吃呀，这啥的，反正也没好话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委屈，我也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想着回娘家，就把那凳子踹了一下，他妈就当时就一下子把我顶到那墙上，就开始动手打。他妈妈打你？啊，对。有人看到吗？当时没有人，也没人，就你俩谁打谁，反正到现在也是没证上。您妈妈承认打过媳妇吗？我妈不承认。我婆婆就恶人先告状，然后就给她打电话，她那会儿在外地工作，就给她打电话说我打她了。我婆婆就叫邻居嘛，然后带着她去那诊所看，就说儿媳妇打她了什么什么的。哎，你们现在你和婆婆还来往吗？
有来往，打成这样的还是有来往的哈。对，因为现在我们不是搬出来了吗？就好一些了是吧？对，有所缓和嘛，这关系。你刚才说你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也是聚少离多，那关心体贴这还有吗？本来我们就是相亲认识的嘛，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也算是闪婚吧。结完婚之后，他一直就在外地工作。没什么感情交流的时间。对，他就是3个月就2个人成为夫妻了，这18年过下来了。对，哎呦，这是幸运的，能过18年哎。你们老大多大了？我们老大17。2个孩子怎么看待这爸妈这关系啊？吵架孩子怎么说呀？老大还好点，经常就是初中啊、高中都是住校的。哎，你们对彼此信任吗？这点还行吧，我感觉。你怎么说是互相信任呢？如果要是互相信任的话，就不会来到今天这地方了。你有把他和某个女士做比较吗？比如别人家的老婆，比如过去的女朋友，比如初恋。妻子是曾经发现过一些事儿的，是吧？我不想说这段。他觉得没面子，没钱，脚臭邋遢，然后你还在外边跟人。对，你说吧，你就说吧，你不说看见了吗？你不发现了吗？行，你说吧，先生，你招吧。发生啥事儿了？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上小学就我们同村的一个小女孩，就我们那会儿家里比较穷嘛，她妈妈就是嫌贫爱富，然后后来这家里就出点事儿，这个就离婚了。然后我一看挺可怜，自个儿带着一孩子，我就说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互相帮衬帮衬，又是同村的。帮了没？那帮了，确确实实帮了。我就没事回家就是跟他那个收点地啊，收点麦子啊，收点玉米啊什么的。家里边的活都不干，给人家收玉米，你这么能干呐？就刚才这一点确实听不下去。但是我对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对另外一个，你如此有激情，这么饱满，但是家里呢？你在一个女人这么难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帮她承担起了她丈夫应该做的事情，她没被你的行为感动到吗？她也许会说一些其他话，但是我有时候我就把这个话就带偏嘛。她说了什么话？是不是有表示过对你的一些？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好感，有点好感，有好感，对吧？对。就是说怎么帮我这个初恋，就是怎么帮我也没有说从来没有过想法，就是说抛弃家里边这一摊不顾，然后去找他，就是单纯的去帮一帮。哪个男人愿意抛弃家里的？妻子，我就再问你一次啊，你知道的这个初恋事情有跟他大吵大闹过吗？没有大吵大闹过，反正就是提醒过他，然后他说之后他不跟他来往了。你还来往吗？没有，就说过就不来往了。如果没有这个初恋的事情发生，你觉得还能包容他的这些你认为的坏习惯，能吗？哎呀，我觉得现在吧，也就是为了俩孩子吧。甄女士，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男人真的是心如死灰一般？对啊，他已经万念俱灰的感觉。真的是感觉你没有任何期待。那你今天来干啥呢？你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想着他就是我说的这些习惯，他能不能改呀？改了你就跟他过。我可以考虑考虑。不改，其实你也还是跟他过，无非你现在想过得痛快一点，但是不痛快也就这么过了，是吧？不痛快，我觉得就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吧？你说真心话，我也没觉得你想跟他分开。哎，先生，你接下来有什么诉求吗？我觉得我的诉求就是也没有共同语言。然后各方谁也都嫌弃谁，我说就过不了就别过了。所以你听出来了吗，妻子？先生还真是过不下去，咱就别过了。我也不打算改，我也没觉得我有大问题。大家都直面一下内心和对生活的需求，对另一半的需求，不要这么较劲的过日子了。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这是在爱情保卫战舞台上少有的压抑的现场。你当时背着妻子背水一战，借钱30万创业是错的，不是失败错的，是对他没有尊重，为这个家庭埋下了隐患。但是失败以后呢，问题就出在妻子这里了。你不断的在他的伤口上去撒盐，这是一种痛啊。夫妻之间，我们不仅要讲感情，还要讲义气。面对在顺境当中，我们共同享受喜悦，但是在逆境当中，尤其是在丈夫生意失败以后，欠下巨额债务的时候，
聪明的妻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是我的丈夫，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扛。所以你们两个人，我为什么说18年婚姻是奇迹？我现在才知道维系的就是孩子。我认为你们真的不要再难为孩子了。孩子现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们的婚姻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婚姻还能够维系，孩子会相信爱情吗？会相信婚姻吗？他们认为婚姻就是在演戏，为了面子给别人看的。劝你们两个人好合好散，谢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相亲这种，他没有搞对象，就那段感情跟爱情这个呢，都是后期这个培养的。但是我很佩服这二位，18年，这18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很多的一些个事情，上来之后呢，这个女方这个就是我一看我感觉就没戏了。眼神真的是很坚定啊，一点都不那个什么。但是后期呢，我没有想到，到头问到他的时候，他还是想挽回，还是想给男方这个机会。男方那句话，我真的我挺难受的。他无所谓，你压根儿你就没有珍惜，就是你的责任，你的担当，你在这个家庭里边，你身为一个人父，就那话就能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出来吗？就那种想法，这种观念就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出来吗？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还是有私心，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就不应该这样。投资失败之后，然后两个人共同去面对，也还了有2/3了。最难的那个关可能就挺过去了，后面如果再疏通，两人互相再体谅，再包容，我还是觉得男方这边应该就是改掉自己一些个坏的一个毛病。我还是希望你们好，慎重，考虑，共同度过难关。我觉得妻子啊，你别做期待了，别抱有希望了。他对你对这段婚姻，说实话，从情感上没有眷恋了，责任上可能多少还有一点，毕竟有2个孩子。从他搬出你那个房间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我相信他和这个初恋没有上升到说要男婚女嫁啊，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娶人家。但是他在情感上绝对已经和你背道而驰了。就算他的情感世界里没有新的人，你这个旧人也不在了。反正这是我看到的真相。我觉得你们婚姻在这18年的蹉跎当中，在彼此的不能够共情，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等等诸多原因上渐行渐远，现在基本上就是平行线。我基本上是不劝夫妻分开的，但是你俩在一起对彼此都是消耗，都是折磨，对孩子也是不好的一种影响。那与其捆在一起让4个人都难受，不如咱们解脱了，各自寻找让自己舒适的方式去生活。你去明明朗朗、清清爽爽的，你也有能力，你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爱好自己的孩子，他也出门去喘口气儿，去安安心心挣钱还上债，然后轻轻松松去过他想要的日子，常常回来看看孩子，赚钱给孩子抚养费。这也许是对你们2个最好的交代和归宿。你们分开之后不会更差，一定是各自更好。你们各自更好，你们的孩子就更好，绑在一起相互沉沦，这个模式改不了了，因为爱已经不在了。甄女士是个体面人，所以婚姻里头的糟心事有的时候不想说太多，但是事实上已经兜不住了。你换一个人，日子会过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哈？是因为一个唠叨的妻子，她多半都是因为不被看见才会不停地讲。她起初不是为了嫌弃丈夫有多不干净，而是希望丈夫看到，你看我家务做得多好。起初希望被对方看到，后来发现对方不但熟视无睹，而且对方随意践踏劳动成果。到最后，她要求对方跟自己的执行标准一样，希望对方知道这有多大的难度。但是丈夫从头到尾都没有领会过，你嫌弃，你厌恶，你觉得妨碍了你。
早年的时候，因为不住在一起，你拿点钱回来，觉得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表面看起来是个家，我也不需要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一切看上去安好。但是随着你回来之后，整个变了。这个变不是随着你借钱而导致的变化，而是你人回来了，没有给这个家做一丝的贡献，却还让这个家背了债，并家里更乱、更脏，更让妻子堵心。是你让一个体面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唠叨的女人。你说你心疼你的初恋，她一个人离婚了，带着一个女儿很不容易，你还能帮她收玉米。愿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在未来离婚之后也能有好心人心疼他们，愿未来有一天也能有一个男人不占他便宜的，只想帮衬他们。而你最适合的就是背上你的30万的债自己走去。婚姻是你弄砸的，在你整盘婚姻里头，你的妻子没毛病没错误，最大的错误是嫁给了你。婚姻中没有爱多可怕呀！我觉得从你们两个人相识相知到走进婚姻，你们跳过了一个过程，叫相爱。这段婚姻关系把你们从陌生人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们了解过彼此吗？认真的看过彼此的眼睛吗？有认真的握过对方的手吗？有好好的拥抱过对方吗？我在你们两个眼中看到的都是对彼此的厌恶。其实我现在看到更多的是在男人眼中对这个女人以及对这个家庭的嫌弃。我觉得你很过分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到初恋这件事的时候，我挺震惊的。你说我又没想过抛弃他们母子，我只是去帮他干干活，难道我要对你的不抛弃感恩戴德吗？你对我最大的背叛就是家务活你从不干，你却上赶着去给别人种地，那难道就不算背叛吗？所以如果这段婚姻真的一点爱都没有，你们看到彼此的脸就是厌恶，甚至不愿意听到彼此的声音。所以好好想想，婚姻到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而婚姻当中最可贵的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你们就各自安好吧。谢谢。好，你们两位也思考一下吧啊，有点沉重啊，但这就是生活。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宋先生51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杨女士46岁，来自河南，无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面对这些矛盾，你们有没有尝试坐下来，认真倾听对方的想法？听他说还乱花钱，还有肝炎病史，还瞒着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哪还能听他说那些有的没的。如果只能解决一个矛盾来改善关系，你们觉得应该先解决哪个？现在本来就难，他还老说我都没心思工作，让他去把大哥欠的钱要回来，咱们都穷成这样，日子没法过。他安稳下来，我们才能想办法一起翻身。其实来这里是我要求来的，因为我们俩都是再婚，我现在这4年的婚姻，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胸口都疼。好的，咱讲讲嘛，当初为啥嫁给他呀？我们俩的话是机缘巧合认识，认识完以后呢，可能也是上天安排吧，我们一起，他就是在一个老人在他生病的时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又跟着我们去了郑州。啥意思？就是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吗？对，去到那儿呢，就我们一直被困在那儿了。那时候就是正好是千年难遇的水灾，在相处的就是被困住的这段日子里面，就是彼此是交心的谈，就深入聊以后，知道他当兵的7兄妹都是70后，我也7兄妹。聊完以后，觉得我们都是那个年代，就是特别的聊得很投缘。我也离婚了3年，他也离婚了3年，本来是都觉得对婚姻很失望，也很绝望，不想再找。相处这段日子，我就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又没有不良嗜好，就觉得哎呀很好，就是感觉遇到爱情。谈了多久结婚的？7个月。我们深入的就是在这个期间，就他也给我坦诚，他是做生意失败了，欠了100多万、200万外债。欠那么多呀？是。你婚前是知道他有这么多外债的？他给我提了，他那个是3角债，
别人还他了，他就还别人，就是这种情况。我说啊，他说那外在的话也不用我有太大压力，后面就想办法说怎么去创业。本来在认识他之前，我是有稳定的收入的，养活自己跟我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机缘巧合就碰到了一个那个电商，也是我们以前的老师都认识，知根知底。他也去听了，一起去了解，觉得哟，这个轻资产创业也符合趋势。那在我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启动的话是可以的。上面也是熟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老公就说：“咱一起干吧。”我说：“那一起干有风险的哦。因为啥呢？这个创业，特别是想实现被动收入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最起码的3到5年才能大成。前面2年是个风险期，难度很大，特别是没有经济基础。我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我们俩有一个人挣现钱，有一个人去全力以赴做这个，有个后盾分工。他就觉得咱俩是黄金搭档，他说那干吧，就一直跑市场，我们很辛苦，跑出来收入是不稳定的，中途就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老听到他打电话要账，或者是前期打电话孩子要上学生病什么，反正就是他虽然不表达，但是我感觉他的压力会特别的大，会影响到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既然结婚了，想办法翻身呗，想尽一切办法翻身。我们非常的辛苦，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跑市场，跑，还没有全面跑出来就已经出现走不下去了。我就说赶紧调整方向，批水果，比如说当季的桃子、梨啥的，批完我们就去卖，挣现钱。挣到一部分现钱够开支了，又去做市场，就一直这样很艰难的走。那天就是我们可能太拼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住院了以后，医生才告诉我，他不是让他以前跟我说在部队的什么训练强度大、胃溃疡呀或者怎么样，其实他是在部队献血，不管是啥条件的时候，因为引起肝炎，然后引起肝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这个婚前你没有告诉你妻子？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我在部队的时候可能感染了病毒。你知道吗？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你是跟他结婚以后去医院才发现的？对。你也觉得他隐瞒了我。当时呢，最可气的时候，不是每年都该买那个医疗保险，催着他去买的时候，忙，他也不去买，好了，又不能报销，不能报销呢，就是压力就更大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他那100万的外债呢？现在这债务需要还现钱吗？还的都是那种零零碎的，急着用的，比如说像有的人急着起诉他了，或者是1万2万了，或者几千了，不等，你再帮着还。那在这个时候，人家急着要弄了，没办法了，他又生病，不能出去做生意，等于你们的生意是不是也停滞了？大多数是这样，虽然是用手机网络也能做，但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果。那你们现在还在做那个什么轻资产的买卖吗？兼职，没有全职了。你们俩现在靠什么为生？我去打工。因为我以前去哪儿打工了？我去的是浙江。离开北方去了南方。你是浙江人吧？我不是，我是贵州人。他们在河南生活，你去了浙江打工是吧？那您呢？因为身体不好，我在家嘛。那你有收入吗？没有收入。那所以等于最近这一阵子就全是你妻子挣钱给你花。不但是花的问题，我觉得委屈在哪儿吧？我说你在家，我去打工，先把困难期先度过了。你在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1日3餐按时吃，把自己用心做来吃。对。然后你坚决不要去大量的应酬，你的身体不允许，只要你保证不住院就行，这是我对他的要求。就别喝酒是吧？还应酬呢还？就是老有人来找他做项目。你在家待着养身体的时候，好好养身体了吗？还应酬不应酬？还喝酒不喝酒吧？我喝酒一般是不喝的，没那爱好。但是这次住院有点特殊是啥吧？我们不是干了有那团队嘛来了，然后招待这个酒是蓝莓酒，我当时喝了这个那塑料杯可能是半杯吧。晚上一吐感觉不对劲儿。我就给我侄子打电话，我说你赶紧过来，把我先送到医院去。我在那就是说住了3天吧，住3天就出来了。什么问题啊？这次是因为胃和食道有点静脉曲张嘛，就是因为在当兵时候不是有胃溃疡和那个食道炎嘛，就是说
当时时间长了，就是养的都几十年了，想的都没事了。这不是后来老了以后，这连续出现这才知道有静脉曲张了。我也很生气，我说好端端的让你不要出问题，还出问题了。而且最可气的是，因为又没有弄上保险以后，他非得知道怕没有钱，他侄子给他交了钱，我不是把钱还账了，他倒好，死活就要求出院，3天达不到出院标准。那这个不是出来不是要你的命吗？那我更担心了呀。这擅自就提前出院，现在恢复好了没有呀？没好，现在是严重贫血。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付出，而且一碰到钱就是我想办法。就是家里没钱了，他就不管了。你现在啥意思？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婚姻好像我在全力以赴过。哦，你受不了了。我真的有点我为了这个家，心力交瘁。为了你，我到是在杭州吧？去打一份工。对。但是你呢？我多少年没打过工了，说实在的。你呢不心疼我，还这么任性。他偷偷也想挣钱，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给他的钱是让他养生的，别人来找他投项目，他转眼1000、2000就投开了。赚钱了吗？赚了才怪嘞。先生，那现在你们在过日子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呀？你来说说吧。我媳妇儿她说意思是说，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意思是我不听话呗。我只是觉得她心里就是说比较憋屈吧。想来说说这个倾诉一下哈。哎，他除了你就没有任何人能帮他吗？比如家里人呀，没人能帮他吗？怎么听着全是你一个人啊？他哥他欠了几十万外债。什么哥？亲哥。谁欠谁钱？欠我钱。还欠了几十万，多少年了以后？那正好把钱要回来呀，你们不就能解决一下？我就催着他就要呀。对，这个就说这个事情，你哥的钱为什么不要回来？不是不要，是现在说实在话啊，因为他也现在就是说是负债。也负债也困难，大哥很困难吗？女士，表面困难，实际不困难。他们家一家3口，一个月最少有好几万收入，小猫吃的都比人吃的好，还困难个鬼！一个月有几万收入，还个1万总可以吧？对啊，5000也行啊。所以他身边其实没有任何人帮他。他生病的时候，连给他老大打电话说他生病了，看也不来看一眼。我委屈到了他，因为我们是隐婚，他老大听说了，还说他跟我一个女人鬼混。为什么要隐婚啊？因为当时是为了不想给孩子造成影响。谁的孩子？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又是裸婚又是隐婚。你们是上一段婚姻都结束了，对吧？都结束了，都结束了。孩子知道你们上一段婚姻结束吗？不知道。你的孩子不知道你跟前夫离婚了，你的孩子不知道你跟前妻离婚了，所以你们在等会儿，我的知道，你的知道，你的不知道。对，你俩领证了吧？我俩领证了呀。所以，女士，你隐婚的事儿不是因为怕他的孩子造成影响，我怕我孩子，是怕对你的孩子，所以你不是为了他隐的婚啊。不是，大姐，你既不敢让自己的亲人朋友知道你结婚了，你又背上这么多债务，他身体又这么差，你是为啥和他在一起呢？我都感觉是不是我是恋爱脑？我现在一想，我脑袋瓜都不正常，就是这种想法。你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一塌糊涂，过得稀巴烂，真是。哎，这个你们2位啊，对你们目前的婚姻生活都有什么打算？先说先生有打算吗？我首先把我自己身体养好。好，第一，第二，我本身原来是干工程的，外面欠我200多万的，我欠别人是100多万啊，把钱要回来是吧？第三，这第三就是说我身体好了，肯定是要干事啊，对吧？我现在还有这个，本身原来我买的有地啊，还有些租金啊、厂房啊，这还有些还有一些小账。还有第4吗？你们的小家庭、小日子怎么过？他也知道，就是我对他儿子啊、女儿都挺好的，但是我儿子、女儿没见过他。2个人加起来有4个孩子哈，对，孩子是不少啊，所以要让双方的孩子都见见啊。哎呀，提到这个孩子我就来气。其实可能他的考虑说，你看咱俩感情这么好。比头婚都好，最好有个孩子。我年龄比你大几岁，我身体还不好，万一我走早了以后没人管你，那最好要个孩子。我说那咱这种情况下咋要呀？拿手指头来养不现实呀。你俩这情况还要考虑要第5个孩子呢，这恋爱脑的不轻啊。他不是恋爱脑的问题，我总算到此刻我才明白你们究竟为什么来爱情保育啊？为啥？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这段婚姻你已经非常疲惫了？我就觉得我太累了，心累，累得我胸口疼。就激情过去了，回归平淡生活过不下去了。他支撑不了了，他把全部都付进去了嘛，全投入进去了嘛，结果弄到他现在没办法了，收不了场了，撑不下去了是吗？其实我现在就想，婚姻一场很不容易，咱还梦想着给二婚的人做个榜样，好好过。结果呢，现在我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他必须尽快赶紧去调身体，特别是养生这一块，调养身体，他就听自己的，也不听医生的，按自己的方法养，那不是越来越糟糕？结果就摆在这儿。能直接说吗？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图他自己所讲过的，有资产，有别人欠他的钱，有能力。我不图这个，你图什么嫁的？我就图这个人品好。人品哪儿好？我就感觉他当兵正直，那个有没有不良嗜好？我想法很简单，我就觉得只要你真心实意跟我过，人也很勤奋，我就是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结婚后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没算过，反正我自己可能连1/10都没花了。也就是你打工的钱全部花在他身上了。那是啊，包括我过这次过年，这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放4天假，所有人都回家了，或者出去玩了。我4天时间食堂不开饭，就是提前买的16块钱的馒头，我就过了一个年。你俩为什么过年不在一块儿啊？他住院啊，刚出院没钱啊。那现在一个问题，这位大哥，我们也知道你身体后来突然不好，不管前面是怎么个情况，那你现在躺在这样的一个女人身上靠她养，你认为能持续下去吗？她已经力不从心了，您说呢？我现在说啥吧，只要她幸福，我也可以放手啊。杨女士，你撑不下去，你觉得很累，我们都听到了。那你今天有什么想法和诉求吗？你就直接说吧。我现在很迷茫。你还爱他吗？爱，还很心疼他，特别心疼他。那你迷茫啥呢？就继续好好过呗，一起度过这段艰难时光啊！该打工打工啊，该调养身体调养身体。他现在来了个啥吧？我不在他身边，他连1日3餐他自己都照顾不好。我回来这段时间给他调养，肯定没有收入呀。他好了，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不用心。那我就觉得他天天、他都不想活了，你瞪着他活有啥意义呀？他天天说爱我，我听得要累死了。一个对自己身体都不负责任的男人，你跟着着急有用吗？这个男人给你的不就是每天跟你说爱你吗？你离开他行吗？我不忍心，我很担心他。那你希望我们帮你什么？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继续下去吧，不知道咋继续。不继续下去吧，说实在的，如果这段婚姻离了，我肯定要选择孤独终老。那无所谓，那是另一码事。我最后问你个问题，你说，老师，你不想在自己人生当中的感情经历当中留下自己的愧疚和污点，对哦？好，大概事情我们了解了，就是这么一个脉络哈。女士觉得很迷茫，撑得很艰难，但是又舍不得放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也舍不得他。先生呢，是你要真想走，我也不拦着，是吧？对呀，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听听老师们的想法吧啊。谢谢。其实我可以断言，你确实是奔着爱去的，你希望的是美好，可问题是现实很残酷。你突然发现，当时那一个去帮助别人有厚实肩膀的男人身体垮，你挣扎着在做自己的努力，你在河南养病，我远到浙江杭州打工，所有的钱我来支撑你。你突然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的力不从心，因为他看不到希望了。他为自己画了一个饼是什么呢？是我不去重复刺痛的失败的婚姻，我要有一个完美的美丽图像的婚姻。但是事实不断地提醒他，他是错。所以你今天来对了，面对现实，他也说了愿意放手。虚幻的那些美妙是泡沫，毫无意义。
我认为在这一段感情当中，恕我直言，你一点错都没有，只是现在这样的现实你承受不了，承担不了，面对不了，正视好吗？谢谢。谢谢老师。哎呀，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是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这个女方这个可能是之前受过伤也好，很期盼别人对她好一点儿，就缺爱的那种，就是来一点就很满足，而且呢心地又善良。你看无限的就这么奉献呢，挣的钱啊，各个方面，家庭啊，包括还顾及到自己的孩子的一些个意见，其实想的真的挺多，而且挺全面的啊。这个男方这边也是，女方对你这么上心，那么照顾你，钱也给你了，情感也投给你了，关怀的话语，照顾你，腾出时间来都给你了，但是你回馈给人家什么呀？反思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好，还行。谢谢老师。哎呀，我说实话听得特别不是滋味啊，就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是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但是我尽量去希望能帮女士疏解出来一个不再迷茫的生活方法哈。首先，你其实今天从出场我还说这大姐意气风发的，真的你是一个就挺有力量感的女性，你也特别希望自己的力量用在爱情上，或者用在一段忠贞的婚姻生活中。但是你不觉得你用错了地方吗？你的婚姻生活有平等相爱吗？有互敬互爱吗？有相互扶持吗？你一个人如此辛苦，放弃了原来稳定的收入，去工厂打工，这个年龄，你能跟我说他哪里爱你吗？除了嘴上说的好。他要爱你的话，他应该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生病了不能干活吗？不能干点简单的工作吗？能啊。他要心疼自己的老婆，我就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也去干啊。他干了吗？他不仅不干，他还不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他爱你吗？大姐，我看不出来他爱你啊。我们鼓励大家去追寻爱啊，但这个爱的前提一定是坦诚的，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互敬互爱。你没有得到对等的爱，我非常直接的建议你赶紧撤。先生，我跟您说，请您珍视自己的生命健康，您不要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就躺在你的病上，等着天上掉馅饼，互联网给你发大财。你应该去干力所能及的事儿，且别说您了，还能站在这儿半个小时站得笔直。是身体不好，但我觉得你依然有能力去工作去赚钱，而不是让这个女人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跟你一起创业失败之后跑到浙江去打工养你。人穷志不能短，身体不好，但是我们的志气不能也 low 了吧，也残了吧。您先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成家照顾另外一个人。爱别人的前提条件是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和别人组成家庭。我觉得您现在没这能力，身体照顾好自己，钱自己赚不回来，您这叫坑他。我真的建议你俩分开。大姐，善良如果没有底线就叫懦弱，有爱如果没有边界那叫假慈悲，那叫骗自己玩，那叫哄自己开心，代价太大。谢谢。谢谢老师。你们的爱情在我看来不叫动了心，叫没动脑子。你们的爱情里头可能跟心也有点关，跟过去的伤心也有点关，跟你们真的喜欢对方的甜言蜜语有点关，跟你们对于未来有憧憬有点关，但两个人都还各怀了一些心思。你们看重的都有彼此身上你们谋取的那个点，眼下的痛苦不就是想谋的东西没谋到吗？你今天来有一个最大的诉求没有明确说，那就是希望我们说服你的丈夫去找他的哥哥要回那几十万。只要要回来那几十万，你就觉得我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对吧？不是。不是，为啥不是啊？我要是你我就是啊，我为啥不是啊？有债我为啥不能要啊？我跟他过着苦日子，他哥过着好日子，我为什么不能让老师去劝劝他找他哥要钱啊？你在这个时候还在往脸上贴什么呀？那既然不是要债不是要钱，你接着去啃你的面包，接着去给他供养嘛，你给他还债不就行了吗？
你难过啥呀？捂着胸口说婚姻我熬不过去了，我快要累病了，干啥呀？你希望我们干什么？我们给他施个法，告诉他你的胃好了。我们能干嘛？今天不就是来说实话的吗？你不愿意离开这个男人，就跟他好好过。他说了，他身边需要你，你就每天给他端茶倒水伺候他，不就这吗？然后你说我们的经济怎么办？他自然有他哥管啊，你别那么强，别跑到工厂去打工，自然就有人要为他付医药费啊。你们两个下去自己想吧，我不说了。2句话啊，第一句话，谁都不是谁的救世主。第2句话，把别人的命运还给别人。我觉得杨女士，你现在的悲惨境遇都是自己造成的，就你特别爱演，你知道吗？很简单，你隐婚到底为什么？你隐婚是不想让你的孩子知道，人家早跟他的孩子说了离婚的事儿了。另外，你从老板变成流水线的工人，到底是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了，还是真的为了他去干那个活？如果你不为了他，你自己是不是也得活，也得生活？你为什么都要给所有的你的付出和你认真努力生活的样子扣上一顶帽子呢？就是你体现出来，我为了你，我多爱你啊！你看你的身体这样，我还得去照顾你，能表达出您是个特别忠贞于爱情的一个女人吗？结这个婚为什么？一，隐婚，所有人都不承认你的存在；二，在这段婚姻当中，任何情绪价值得不到满足；三，他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还有一身的病，你图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把自己固化在这个角色当中，我特别痛苦，我特别痛苦，但是我又在这个角色当中我走不出来，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我喜欢一个人没问题，但是我没有必要把喜欢和爱这件事放成我人生大主题。你的人生难道只有感情没有别的吗？你如果有对他的这份心思，你管过你的2个孩子吗？你刚才不是说你挣的大部分的钱都去给他还债了吗？也就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男人比你的孩子还要重要，比你的亲生孩子还要重要，是吗？所以我并不认可这是一段感天动地的感情。你不应该是先养育自己的2个孩子吗？再去考虑这个男人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孩子不比这个男人重要吗？我觉得有这个心思啊，多关注自己的孩子吧。既然那么在意孩子，连离婚都不想让孩子知道，然后你却为另外一个男人如此之付出，你到底是为了啥？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你应该好好问问你自己。谢谢。老师说了自己的观点供你们参考，但是决定还是你们自己去做。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好。来，我们请2组夫妻回到我们的转门后边，一会儿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请回。好了，我们看一看这第一对夫妻他们的选择吧。来，请开门。不出来了，这男的都说了，我们俩没感情了。这个男的特别，就对他妻子是满眼的嫌弃。男的就是想分太彻底的，就是这种已经到冰冷到就是死亡的婚姻。这男的基本上没有啥感觉。他们俩分的是好事儿啊，好事，真的是好事。对孩子好，对彼此其实人生这个长的维度来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助力他们能够好合好散，我认为我们已经真的非常有功德。好合好散，找到自己更适合的人生。来呢，刚才我们这个第2对啊，所谓的为了爱啊而结合的夫妻，他们是否会出来呢？来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真的希望他们不要出来了，这有点担心。
他们俩必须出的。没了。应该不会出了，不出了，居然没出。没有。好。我觉得女士在场上可能还有最后的那个面子，我是为了爱情而来，我不想这么放弃爱情，有最后的倔强，但其实内心已经撑不下去了。我觉得撑不下去也是好事儿，挺好的，是吧？各自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也希望这位先生早日康复吧，身体好起来，这是关键啊！好的身体才能有好的人生。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的也是啊，爱好自己，自己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才能拥有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同时也感谢我们的5位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